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在你活着的时候，人类能飞出太阳系吗？答案可能比你想的乐观，因为有比邻星。4.2光年，光走4年多，用激光推进的微型探测器，20年就能到。这是人类目前唯一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实现的恒星际探测，而它的意义远不止拍一张照片那么简单。今晚，我们只去一个在宇宙尺度上几乎近在咫尺，却对人类来说依然遥不可及的地方。很多人都听过比邻星的名字，却不知道它其实是一颗又暗又暴躁的红矮星。它距离我们只有4.2光年，是太阳系真正的门口邻居，却远到足够让一代又一代人在路途中老去。它不是肉眼轻易能看见的明亮恒星，它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人类已知最暗淡的恒星之一，却同时又是离太阳最近的恒星。它微弱、低温、暗红，却又暴躁、活跃，经常释放出剧烈的恒星耀斑。更奇妙的是，在这颗矛盾的星星身边，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看起来有些像地球的行星。这颗恒星就是比邻星。比邻星像是宇宙故意放在人类门口的一道谜题，它不明亮，却足够近；它不温和，却让人想到未来的星际移民；它身边的行星不一定适合生命，却偏偏让人类无法停止想象。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离开太阳系，第一眼看见的外星世界会不会就在那里？于是，请你慢慢闭上眼睛，想象自己乘坐一艘安静的观测船，从地球夜晚的轨道上缓缓升起。地球在身后变成一颗蓝色的球，云层像柔软的白纱，海洋反射着月光。你不需要紧张，也不需要计算距离，只要跟着这束古老的星光，慢慢驶向太阳系外最近的恒星邻居。今晚的故事就从那里开始。离开地球之后，太阳会在身后渐渐变小。一开始，它仍然耀眼，像一枚金色的火种。越往外走，它越像夜空中一颗普通的星。你穿过行星们的轨道，越过木星与土星，越过冰冷的天王星和海王星，再越过太阳风渐渐消散的边界，那里被称为日球层顶，是太阳风与星际介质相互作用形成的巨大气泡的边缘。这里已经不是我们熟悉的太阳系内部，而是恒星之间寂静的海。在这片黑暗里，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并不是孤单的一颗，而是一个3星系统。它被称为半人马座阿尔法系统，由半人马座阿尔法 A、半人马座阿尔法 B 以及更暗、更小、更靠近我们的比邻星组成。这个系统距离我们大约4.37光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太阳系近邻。半人马座阿尔法 A 和阿尔法 B 像一对古老的伙伴，它们都是类似太阳的恒星。半人马座阿尔法 A 比太阳稍大稍亮，光谱类型为 G2V， 和太阳完全一样。半人马座阿尔法 B 比太阳稍小稍暗，光谱类型为 K1V。它们相互围绕着共同的重心运行，它们之间的舞蹈缓慢而稳定，一圈大约需要79年多。在南半球的夜空里，人们可以看见它们，只是肉眼看上去。它们会合成一颗明亮的星，那颗星在天空中相当耀眼，视星等达到-0.27等，是全天第3亮的恒星，仅次于天狼星和老人星，像是遥远南方夜色里的一盏灯。但比邻星不一样，它太暗了，它的视星等只有11.05等，远远低于肉眼可见的极限，大约6等，必须用望远镜才能看到。它藏在旁边，像一粒暗红色的火星。它距离半人马座阿尔法 A 和阿尔法 B 很远，大约有13000个天文单位。一个天文单位是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远到如果你只凭直觉，甚至会怀疑它为什么还能算作这个系统的一员。可观测数据告诉我们，比邻星确实被这个双星系统的引力轻轻牵着。它绕着半人马座阿尔法 AB 运行，只不过轨道极其漫长，一圈可能需要50多万年。
50多万年已经掌过人类文明的绝大多数历史。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5000年，而比邻星在轨道上移动的距离，在人类有生之年几乎无法察觉。在这样的尺度里，星星的运动变得像沉睡，它们不是不动，只是动得太慢，慢到人类的一生只能看见其中极小的一瞬。比邻星本身是一颗红矮星，光谱类型为 M5.5V， 它的质量只有太阳的约 12%， 直径也只有太阳的约 15%， 体积大约是太阳的3/1000，可是它的密度却很高，大约是太阳密度的33倍。内部物质以一种强烈对流的方式翻涌，这种对流会制造复杂的磁场，而磁场一旦积累到某种程度，就会突然释放能量，形成恒星耀斑。所以比邻星看起来暗淡，却并不温顺，它会突然变亮，会喷发高能辐射，会向周围空间释放紫外线和 X 射线。一次强烈的耀斑可以让比邻星的亮度在几分钟内增加几十倍，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十亿颗氢弹同时爆炸。对站在地球上的我们来说，那只是望远镜数据里一条向上跳动的曲线，但如果你站在比邻星附近某颗行星的表面，那可能就是一场覆盖天空的无声风暴，足以摧毁任何没有保护的生命。这就是红矮星的矛盾，它们寿命极长，比邻星这样的红矮星可以燃烧数万亿年，远远超过太阳的寿命。太阳会在大约100亿年尺度上走向衰老，而红矮星则慢慢消耗自己的燃料，几乎像宇宙里的长寿老人。它们看起来似乎给生命提供了漫长的时间，可它们年轻时又常常暴躁，耀斑频繁，辐射强烈。而且红矮星的活跃期会持续很长时间，可能长达数十亿年。这对周围行星的宜居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比邻星周围寻找行星，就像在一盏忽明忽暗的红灯旁寻找一个安静的家。天文学家从很早就开始寻找，因为比邻星离我们太近了，也因为红矮星周围很可能存在位于宜居带内的行星。所谓宜居带，并不是说那里一定适合生命，而是说在合适条件下，行星表面可能存在液态水。它是一种可能性，不是保证。于是望远镜常年看着比邻星，他们看它的光，测它的运动，分析它是否有一点点被看不见的东西牵动。恒星本身很亮，行星本身不发光。想要找到一颗围绕它运行的小行星，就像想从一盏探照灯旁边看见一粒飞过的尘埃。但科学就是这样，越微弱的痕迹越需要耐心。终于耐心有了回声。在21世纪的观测中，科学家发现比邻星的运动里似乎有一些无法单纯用耀斑或恒星活动解释的异常。这些异常很细很弱，不像大行星那样把恒星拉得明显摇晃，它们更像是星光中的一点轻微呼吸。2016年前后，一个名为暗淡红点的观测计划展开，许多科学家和地面望远镜共同参与，试图确认那颗可能存在的行星。这个计划使用了位于智利的拉希拉天文台的高精度镜像速度行星搜索器 HARPS 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连续观测。随后比邻星 B 被宣布发现，这颗行星至少比地球稍大一点，质量大约是地球的 1.17 倍，距离比邻星非常近，大约只有 0.0485 个天文单位，相当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1/20。它绕比邻星运行一圈只需要 11.2 个地球日，也就是说，在比邻星 B 上，一年只有10几天。但因为比邻星本身很暗，表面温度只有约3000开尔文，太阳表面温度约5778开尔文，所以这颗行星虽然离恒星很近，却仍然落在所谓宜居带附近。它接收到的恒星辐射通量大约是地球的 65%， 平衡温度大约为-39摄氏度。如果有合适的大气保温，表面温度可能允许液态水存在。正因如此，它一出现就让许多人想起第二个地球。可真正的故事并没有那么简单。请你想象这样一个世界，
天空中悬着一轮暗红色的太阳，它比我们的太阳更冷、更红，却因为距离太近，看起来也许巨大而压迫，视直径大约是地球上看太阳的3倍。它不是每天升起落下，而是可能永远固定在同一个方向，因为比邻星 B 很可能被潮汐锁定，永远用同一面对着恒星，于是一面永远是白昼，一面永远是黑夜。白昼半球承受着红矮星的光与热，也承受着耀斑爆发时扫来的辐射。黑夜半球则长期沉在寒冷里，温度可能低到零下200多摄氏度，让气体凝结，让水分冻结。夹在两者之间的是一圈永恒的黄昏带，那里没有真正的日出，也没有真正的日落，只有低低悬在天边的红光，把地平线照成暗铜色。如果这颗行星有大气，风可能永不停息地吹，从热的一面流向冷的一面，再从高空返回。云也许被撕扯成长长的带状，冰晶在黑暗边界沉积。若它有海洋，海水也许在某些区域被封存；若它没有足够的大气，水可能早已被辐射拆散。轻的氢逃向太空，重的氧留在岩石里，整个世界变得干燥而沉默。比邻星 B 受到的紫外线和 X 射线辐射可能远远高于地球，强烈的恒星活动可能逐渐剥离它的大气。没有大气，液态水就很难长期稳定存在。没有大气，温度也难以调节。没有大气，表面就会直接暴露在宇宙射线和恒星风中。有研究表明，如果比邻星 B 曾经有过类似地球的磁场，那么在强烈的恒星风作用下，它的大气可能在几亿年内就会被完全剥离。所以比邻星 B 像地球，却又不像地球。它的质量接近地球，这是好消息。它可能是岩石行星，也是好消息。它离我们很近，近到成为未来飞掠任务的理想目标，更是让人心动。可是它的恒星太暴躁，它的轨道太贴近，它的昼夜可能已经被永久固定。它不是温柔的蓝色家园，而是一颗需要被谨慎理解的异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看见它，我们没有拍到它表面的照片，我们不知道那里是冰封荒原还是干燥岩石，不知道是否有地下海洋，是否有厚厚云层，是否曾经有水又失去了水。所有关于表面的想象都只是推测，我们甚至还不能100%确定它是否拥有大气，以及大气的成分是什么。但人类就是会被这种未知吸引。6年之后，比邻星 D 又进入了人类视野。它比比邻星 B 更小，质量可能只有地球的约26%，大约相当于火星的质量，绕比邻星运行得更近，轨道距离只有约 0.029 个天文单位，周期只有5天多。它太靠近恒星，平衡温度大约为150摄氏度，温度太高，受到辐射也太强，几乎不可能成为生命的温床。但它依然重要，因为比邻星 D 是通过极其微弱的径向速度信号发现的。所谓径向速度法，就是看恒星是否被行星的引力拉得轻微摇晃。大行星会造成明显摇晃，小行星则几乎像没有声音。比邻星 D 造成的恒星径向速度变化只有大约每秒40厘米，几乎和人类步行的速度差不多，极其难以察觉。人类能够从这样的细节里辨认出一颗小行星，本身就是技术上的里程碑，而比邻星 C 则更像一段悬疑。它曾被认为可能存在，可能是一颗距离比邻星较远、轨道周期很长的行星。有人从径向速度数据里看见了它的迹象，认为它的质量大约是地球的7倍，轨道距离约 1.5 个天文单位，周期约 5.2 年。也有人认为那些迹象可能只是数据处理中的微小误差，或者是恒星活动造成的假象。它不像比邻星 D 那样更容易确认，因为它如果存在，周期很长，信号微弱，需要更多观测才能判断。
截至目前，比邻星 C 的存在仍然没有得到最终确认，它就像星光里一层若有若无的影子。科学并不总是干脆利落，有些发现会迅速变成事实，有些发现则会停留在灰色地带。天文学家不能因为渴望发现就轻易相信，也不能因为质疑存在就仓促否定。宇宙把答案藏在更长时间的数据里，等待人类继续观察。这也是助眠般的科学感，不是所有问题都要立刻解决。星星不会催促我们，它们只是继续运行，继续发光，继续把古老的信号送向地球。因为比邻星离我们最近，所以它天然成为未来星际飞掠任务的候选目标。可是最近并不等于容易， 4.2 光年对光来说只是4年多的旅程，对人类飞船来说却是漫长的几乎无法承受的深渊。如果使用传统的化学火箭推进技术，抵达那里可能需要几万年，甚至更久。这样的航行不是一个人的旅程，也不是一代人的旅程，而像是一场文明尺度的接力。于是人类开始想象更大胆的方法，比如太阳帆，利用太阳光的光压推动飞船前进；比如核推进，包括核裂变推进和核聚变推进，利用核反应释放的巨大能量获得更高的速度；比如用地球上的强大激光推动微型探测器。突破射星计划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构想之一。他希望制造只有几克重的微型探测器，把它们加速到光速的10%几，甚至20%，然后飞向半人马座阿尔法系统。如果这个构想成功，探测器可能在20年左右抵达那里，再用4年多时间把数据传回地球。这听起来像梦，一枚小小的芯片带着相机、导航、通信和电源系统，穿过太阳系边界飞向另一颗恒星。它不能停下来，只能飞掠。它会在极短时间里掠过目标区域，拍摄、测量、记录，然后把信号送回地球。那些信号会在星际空间中走过4年多，最后抵达我们的接收器。也许在未来某一天，人类会收到第一张比邻星 B 的近距离照片。照片可能并不清晰，也许只是暗红色星光下的一片地表，一条模糊的地平线，一层薄薄的大气边缘。可即使如此，它也会像旅行者号第一次拍到外行星那样，改变我们对宇宙邻居的想象。当然，这个计划困难重重，探测器要承受极高的加速度，在几分钟内被加速到光速的1/5，这相当于几十万个重力加速度。要在寒冷真空中保持功能几十年，要躲避星际尘埃的撞击，即使是一粒微小的尘埃，在如此高的速度下也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地球上还需要极其强大的激光阵列，把能量集中到厘米级的翻篇上。任何一步都不简单，但太空探索的历史本来就是由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组成的。登月曾经像梦，火星车曾经像梦，旅行者号飞向太阳系边缘也像梦。人类总是先在想象里抵达，然后才用技术慢慢追上想象。比邻星也许会成为下一本历史书里的名字。当望远镜不断望向银河，人类发现太阳系外行星的速度越来越快。在不久以前，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人类还没有确认任何一颗围绕主序星运行的太阳系外行星。1995年，天文学家发现了飞马座51b，这是第一颗被确认的围绕类太阳恒星运行的系外行星。它的发现开启了系外行星科学的新时代。后来，第一批行星被发现，再后来数量迅速增加，如今已经有超过5500颗太阳系外行星被确认，而银河系直径约10万光年。我们真正仔细搜寻过的区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银河里可能还有数十亿、数千亿，甚至更多行星等待被发现。平均下来，银河系中每颗恒星周围可能都有至少1颗行星。于是，一个词开始反复出现：地球 2.0。它听起来很动人，
仿佛宇宙深处已经准备好一颗备用地球，有海洋，有云，有温度适宜的大陆，有可供人类呼吸的空气。仿佛有一天，我们只要造出足够快的飞船，就能搬到那里重新开始。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要轻易相信这种标题，因为目前发现的许多类似地球的行星，距离真正适合人类居住还差得很远。判断一颗行星能不能成为第二个家，不是只看它在不在宜居带，也不是只看它大小像不像地球。首先是温度，行星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它需要处在一个合适距离上，让水有机会以液态存在。但太阳系本身就告诉我们，仅仅位置合适是不够的。金星看似也在一个理论上不算太离谱的位置，它的轨道距离太阳约 0.72 个天文单位，可它厚重的大气让温室效应失控，表面温度高达460摄氏度以上，足以融化铅。火星也不算太远，轨道距离太阳约 1.52 个天文单位，但它太冷，平均温度约-63摄氏度，大气太薄，表面气压只有地球的约 0.6%， 液态水很难长期停留在表面。其次是大气，大气像一层薄薄的被子，它能保温，也能保护地表免受部分辐射伤害。它能提供气压，让水不至于轻易沸腾或升华。它还能参与气候循环，把热量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但大气不能太厚，也不能充满毒性气体。太薄保护不够，太厚就可能变成金星那样的灼热牢笼。而且大气的成分也至关重要，不能有太多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也不能有大量的有毒气体，如硫化氢、氨气等。然后是恒星，我们的太阳是一颗 G 型黄矮星，它不是银河中最常见的恒星，但对地球生命来说，它相对稳定。它的寿命足够长，大约100亿年，让生命有时间从简单走向复杂。它的活动也没有频繁到不断摧毁地球环境。可银河中更常见的是红矮星，红矮星数量多，占银河系恒星总数的约 70%， 寿命极长。它们可以燃烧数万亿年，长到宇宙现在的年龄约138亿年，都还不够看见它们自然死亡。听起来这似乎非常适合生命，可是红矮星也有麻烦，它们很暗，所以宜居带离恒星非常近，行星必须靠得很近才能获得足够热量。靠得近就会遇到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辐射和耀斑。红矮星的耀斑可能非常强烈，强烈的紫外线、X 射线和恒星风会冲击行星大气，甚至可能把大气逐渐剥掉。对于靠近红矮星的行星来说，它们不仅要获得温暖，还要承受恒星暴躁的一面。而且红矮星的活跃期很长，可能持续数十亿年，这对生命的演化非常不利。第二个问题是潮汐锁定。当行星离恒星太近，引力会逐渐锁住它的自转，使它永远同一面朝向恒星。这样一来，行星上就不再有正常的昼夜交替，一面永久白天，一面永久黑夜。白昼侧可能被烤干，黑夜侧可能冻结，而中间的目光带虽然看似温和，却可能缺少稳定水循环。水汽一旦飘到夜半球，就可能凝结成冰，被锁在那里。整个行星可能变得越来越干燥，再加上自转减慢，可能导致磁场较弱，抵御恒星风的能力也会下降。地球的磁场是由地核的液态铁镍流动产生的，而行星自转速度减慢会减弱这种发电机效应，导致磁场变弱甚至消失。所以像比邻星 B 这样的行星，虽然很近，虽然像地球，虽然处在宜居带附近，但它并不是真正理想的地球 2.0。 另一颗经常被称为地球近亲的行星是 Kepler 452b， 它绕着一颗类似太阳的 G 型恒星运行，距离也比较合适，轨道周期约385天，和地球非常接近，
因此曾被称为地球的表亲或地球 2.0。 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可能是一颗超级地球，质量大约是地球的5倍，半径约为地球的 1.6 倍，表面重力可能远高于地球，大约是地球的2倍。重力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你生活在2倍地球重力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像背着另一个自己。你躺下时，胸口像压着一个人；你起床时，要把那个重量一起抬起来；你走路、爬楼、搬东西，身体每时每刻都在额外负担中运转。心脏必须更用力地把血液送到全身，骨骼承受更大压力，摔倒也会变得更加危险。长期生活在高重力环境下，人类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健康问题。而低重力也不是轻松的礼物，人在低重力环境中长期生活，骨质会流失，肌肉会萎缩，心血管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即使每天锻炼2小时以上，回到地球后仍然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人类是在地球的1倍重力里演化出来的，我们的骨骼、肌肉、心脏、平衡系统全都适应了这颗星球。所以人类寻找地球 2.0， 真正寻找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蓝点，我们寻找的是一整套刚刚好的条件：合适温度、稳定大气、液态水、安全辐射环境、适合重力、稳定恒星、足够磁场、足够漫长的时间。每一个条件都像一根轻轻绷紧的弦，任何一根太松或太紧，都可能让生命的乐曲无法响起。银河里也许真的有这样的世界，可是找到它非常难，因为多数行星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在它经过恒星前方时，看见恒星暗了一点，或者从恒星的微弱摇晃里推断那里有一个看不见的伴侣。我们不是站在远方行星的海岸上看它的天空，而是在许多光年之外读一条几乎平直的数据曲线。所以如果有人说人类已经找到了真正适合宜居的地球 2.0， 最好先保持安静的怀疑，不是因为宇宙里没有希望，而是因为希望需要证据。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种看似反直觉的观测方式。为什么一张模糊的恒星图像反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围绕它运行的行星？答案与 CHEEPS 有关。 CHEEPS 是系外行星特征卫星的缩写，是一台由欧洲空间局主导研制的用于研究太阳系外行星的空间望远镜，于2019年12月发射升空。它的任务并不是大规模寻找新行星，而是仔细研究那些已经发现的行星，尤其是较小的，可能类似地球或超级地球的世界。他想知道这些行星有多大，密度如何，可能由什么组成，又是如何形成的。人类之所以很晚才发现太阳系外行星，是因为行星太难看见了，恒星太亮，行星太暗。即使在离我们最近的半人马座阿尔法系统，直接看见那里的行星也极其困难。如果用普通望远镜看一颗有行星的恒星，你通常只能看见恒星本身的光，行星被淹没在光芒旁边，像太阳旁边的一粒尘埃。所以天文学家必须换一种思路。第一种常见方法是径向速度法。行星绕恒星运行时，并不是只有行星在动，它也会用自己的引力轻轻拉动恒星，让恒星围绕共同质心微微摇晃。恒星摇晃时，它发出的光谱会出现细微的多普勒频移。当恒星向我们靠近时，光谱会向蓝端移动；当恒星远离我们时，光谱会向红端移动。通过测量这种极其微小的光谱变化，科学家可以推断行星的存在，并计算出行星的质量下限。第二种方法就是凌星法。如果行星的轨道刚好从我们的视线前方经过，它就会挡住恒星的一小部分光，恒星会在短时间内稍微变暗，等行星过去，亮度恢复。这个过程周期性重复，就说明那里可能有一颗行星绕行。通过测量恒星变暗的程度，科学家可以计算出行星的半径，
结合镜像速度法测得的质量，就可以计算出行星的密度，从而推断它是岩石行星、气态行星还是其他类型的行星。CHEOPS 非常擅长测量这种微小的亮度变化，它的图像看起来模糊，不是因为坏了，而是故意如此。模糊可以让恒星的光分散到更多像素上，减少单个像素误差和探测器的非线性效应，让亮度测量更加稳定和精确。天文学家并不需要看到行星本身，只需要准确知道恒星在行星经过时暗了多少。这像是在夜里听雨，你不一定要看清每一滴雨落在哪里，只要听见屋檐下稳定而细微的变化，就能知道雨势如何。CHEOPS 听的就是星光中的细雨。除了零星造成的变暗，行星还会反射恒星的光，随着行星绕恒星运行，它显示给我们的亮面比例会改变，就像月亮有盈亏。通过测量这种极微弱的相位变化，科学家有机会了解行星大气的反射特征，甚至进一步推测大气成分。此外，行星本身也会发出红外辐射，通过测量这种辐射，科学家可以了解行星的温度分布。为什么必须把望远镜送上太空？因为地球有大气，星光穿过大气时会被扰动、散射、闪烁。我们在地面看星星眨眼，觉得浪漫，但对精密测量来说，这是一种干扰。地球还有昼夜交替，白天无法持续观测某些目标。太空望远镜绕地球运行，可以避开大气影响，也能获得更稳定的观测环境。CHEOPS 沿着特殊的太阳同步晨昏轨道运行，轨道高度约700公里。这个轨道让太阳光稳定照射太阳能板，同时让望远镜避开阳光干扰，望向深空。于是，他在安静地做一件事，凝视那些已经被发现的遥远世界。它不像旅行者号那样飞到行星身边，也不像火星车那样在地表留下车辙。它只是看光，看光如何微微变暗，如何恢复，如何在时间中留下规律。可正是这些规律，让我们离理解遥远行星更近了一步。这是一种很适合助眠的宇宙画面。一台小小的望远镜在地球上空700公里处沿着晨昏线飞行，一边是白昼，一边是黑夜。太阳能板接收着稳定阳光，镜头却望向深空。地球在下方缓慢旋转，云层无声移动，海洋闪着微光，而在它的视野里，一颗恒星正一点点变暗，又一点点变亮。那一点点变化可能来自一颗遥远的行星。故事继续向更奇异的地方展开，请你想象一张台球桌，有人击球，所有球向不同方向散开。正常情况下，它们会各自滚动，很难出现两颗球以完全相近的速度同一个方向离开，还在之后彼此绕行。这样的概率太小，小到如果真的频繁发生，你会忍不住怀疑台球桌本身是不是倾斜了。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在猎户座星云中的发现，就给了天文学家这样一种感觉。他在猎户座星云中发现了一些木星质量的双星天体，被称为 JOMBO， 也就是木星质量双星天体的缩写。它们每一颗都有类似木星的质量，却不围绕恒星运行，而是两颗行星质量天体彼此环绕，在星际空间中漂浮。更惊人的是，韦布并不只发现了一对，而是发现了42对这样的成对天体，占观测到的自由漂浮行星质量天体总数的约 9%。 这让科学家非常困惑，因为流浪行星本身并不是完全不可理解，年轻的行星系统往往很混乱，许多小天体碰撞、迁移，巨行星之间相互拉扯。在这样的混乱中，一颗行星有可能被更大的行星引力甩出系统，成为不再围绕恒星运行的流浪行星。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太阳系早期也许曾经有额外的巨行星，只是在与木星或土星的引力互动中被抛了出去。所以，一颗行星被甩进星际空间并不离奇。离奇的是，两颗行星一起被甩出去，还保持相互束缚。它们必须在几乎相同的方向上离开，
速度也要足够接近，不能一个飞快逃走，一个落在后面。它们还要在离开恒星系统之后继续彼此环绕，而不是被星际介质的潮汐力拆散。这种事情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如果频率高到接近1成，那就很难用普通偶然解释。于是科学家开始怀疑，也许这些 Jumbo 并不是从恒星系统里被甩出来的，也许它们本来就是在星际空间中形成的。可是这又遇到另一个问题，传统理论认为恒星可以从巨大气体云坍缩中形成，行星则通常在恒星周围的圆行星盘里形成。尘埃聚合成颗粒，颗粒变成石块，石块变成微行星，最后形成行星。没有恒星，没有圆行星盘，单独在星际气体中形成木星质量的天体并不容易，因为气体坍缩时会升温。当气体被引力拉到一起，它的引力势能转化成热。如果热量能散出去，气体就能继续坍缩；如果热量散不出去，气体压力就会增强，抵抗进一步坍缩。这就涉及所谓的不透明度极限。简单来说，在没有足够条件帮助冷却和压缩的情况下，气体要么形成更大的天体，比如褐矮星，质量大于约13倍木星质量，要么干脆无法形成稳定的小质量行星天体。这让 Jumbo 变得更加神秘。它们质量像行星，却不绕恒星；它们成对出现，却不该如此常见。它们好像从理论缝隙里长出来，轻轻提醒我们：你们对星球诞生的理解还不完整。或许磁场在其中扮演了角色，或许在年轻星云里，磁场、喷流、气体团块和引力共同作用，使一些接近木星质量的物质团被抛离出来，而不是继续长成褐矮星或恒星。也或许还有其他尚未被理解的机制。有科学家提出，这些 Jumbo 可能是失败的双星系统，它们的质量太小，无法点燃氢聚变成为恒星，于是就变成了一对相互环绕的行星质量天体。猎户座星云因此变得像一间宇宙育婴室，那里有新生恒星，有发光尘埃，有被辐射雕刻出的云柱。詹姆斯韦布望远镜透过红外光看见了那些藏在尘埃里的年轻天体，它们只有100万年左右，相比地球45亿年的年龄，简直像刚刚出生。而在这片星云深处，有2颗没有太阳的木星质量天体彼此绕行。没有日出，没有黄昏，没有恒星照亮云层，只有遥远星光和星云微光在它们的大气边缘留下暗淡轮廓。它们不属于任何恒星，却并不完全孤独。它们彼此陪伴，在黑暗中进行一场安静而漫长的舞蹈。它们的轨道周期可能长达数百年，甚至数千年。这就是宇宙最奇妙的地方。它不只制造我们熟悉的世界，也制造我们没想过的世界。它会把行星放在恒星旁边，也会把行星扔进黑暗里。它会让行星独自漂流，也会让2颗行星彼此环绕。每一次发现都像是在告诉人类，现实比想象更会想象。科学家当然会重新计算，重新建模，重新争论。可对一个夜晚听故事的人来说，只需要先记住这个画面：猎户座星云深处，2颗年轻的巨行星，没有太阳，却有彼此。它们在星际空间里缓慢旋转，像2枚暗金色的钟摆，记录着宇宙尚未被理解的时间。故事最后回到更广阔的太阳系外行星寻找史。Kepler 望远镜曾经监测大量恒星，通过零星法发现了成千上万颗候选行星。他盯着天鹅座附近的一片天空，长达4年之久，长时间观察恒星亮度是否周期性变暗。如果一颗恒星每隔固定时间暗一点，再恢复，就可能说明有行星从它前方经过。这是一种非常安静的发现方式，没有爆炸，没有飞船降落，没有外星地表的照片，只有一条亮度曲线，轻轻下沉，又慢慢升起。可是从这样的曲线里，人类看见了银河系的丰富。原来行星并不稀少，原来很多恒星都有自己的世界，原来太阳系只是无数系统中的一个。
Kepler 望远镜的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银河系的认识，让我们知道行星是宇宙中的普遍现象。Kepler 之后还有 TESS， 也就是零日系外行星勘测卫星，它于2018年发射升空，观测更大片的天空，寻找更多离我们较近、适合后续研究的行星候选者。TESS 已经发现了超过6000颗候选行星，其中数百颗已经得到确认。随着望远镜越来越多，数据越来越丰富，人类开始不只问那里有没有行星，还要问那里有没有适合生命的条件。生命需要什么？以地球生命为例，液态水非常重要，水是极好的溶剂，能让许多生化反应发生。人类身体大部分由水组成，地球上的生命也深深依赖水。没有水，生命即使存在，也可能与我们熟悉的形式完全不同。生命还需要能量来源，在地球上，太阳提供主要能量，植物利用阳光进行光合作用，食物链由此展开。当然，地球深海热泉附近也有依靠化学能生存的生态系统，这提醒我们，生命可能比想象更灵活。但不管怎样，稳定能量对于长期生命演化非常重要。生命还需要保护，宇宙射线、高能粒子、恒星风都可能破坏细胞和复杂分子。地球有磁场，有大气，有臭氧层，这些保护让地表生命得以繁盛。其他行星如果缺少这些保护，即使位于宜居带，也未必适合生命在表面生存。还需要合适的化学元素，碳、氢、氧、氮、磷、硫以及许多其他元素参与构成生命的分子基础。行星地质活动、火山、海洋、岩石循环可能都在长期维持生命环境中发挥作用。地球的板块构造活动不断更新地表，调节大气成分，维持碳循环，这对生命的长期稳定非常重要。所以宜居带只是第一道筛选。在已发现行星中，有一些岩石行星位于各自恒星的宜居带，但在考虑潮汐锁定、辐射、恒星类型等条件后，真正看起来较有希望的候选者数量会大大减少。即便如此，我们对它们也了解很少。许多时候，我们只知道大小、轨道周期、距离恒星远近，却不知道大气具体是什么样，不知道有没有水，不知道表面条件如何。未来的望远镜会尝试分析这些行星的大气光谱。当恒星光穿过行星大气时，不同气体会吸收特定波长的光。通过观察光谱中缺失的部分，科学家可以推测大气里是否有水蒸气、氧气、二氧化碳、甲烷等成分。地球的大气光谱就带着生命和环境的痕迹，比如大量的氧气和臭氧，这是光合作用的产物。如果某颗遥远行星的大气中出现某些不容易由非生命过程共同维持的组合，比如同时存在大量的氧气和甲烷，也许会成为生命存在的线索。甚至人类还可能在外星大气里寻找污染痕迹，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却也合理。如果一个文明发展到工业阶段，它可能改变自己行星的大气成分，某些人为化合物，比如氯氟烃，若在遥远行星光谱中被发现，也许会成为技术文明存在的暗示。当然，这仍然非常遥远。我们现在甚至还不能确定最近的比邻星 B 是否拥有大气，更不用说确认遥远行星上是否有生命。可是科学就是从一点点不确定开始，慢慢靠近答案。银河中可能有数十亿颗位于宜居带的行星，但位于宜居带不等于有生命，有水的可能不等于适合人类居住，像地球也不等于第二个地球。这些区别很重要，它们让人类不至于被夸张标题带走，也让真正的发现显得更加珍贵。当你想到这里，可以把整条时间轴重新想一遍。最开始，我们来到最近的恒星邻居比邻星，它暗淡、暴躁，却拥有几颗令人好奇的行星。比邻星 B 像一颗地球的影子，近在宇宙门口，却可能被潮汐锁定，承受强烈辐射。
比邻星地太热太近，却证明人类已经能发现极其微小的行星信号。比邻星 C 仍在争议中，像星光里尚未确认的幽灵。然后我们谈到飞掠任务，人类还无法真正抵达那里，但已经开始想象用微型探测器穿越4光年的黑暗。再然后，我们冷静地看待地球 2.0， 红矮星、潮汐锁定、重力、大气、磁场、辐射，每一个条件都提醒我们，地球不是随便可以复制的模板，而是一整套罕见平衡的结果。接着 CHEOPS 这样的望远镜在地球上空凝视星光，它不需要看清行星本身，只要看见恒星轻轻变暗，就能读出遥远世界的存在。再往后，詹姆斯·韦布在猎户座星云中发现 Jumbo， 2颗木星质量的流浪行星彼此环绕，不围绕任何恒星，向宇宙给理论出的一道安静难题。最后 Kepler 和 TESS 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银河，让我们知道行星很多，候选世界很多，但真正的生命答案仍然藏在光谱、轨道、大气和时间之中。故事走到这里，宇宙并没有变小，它反而变得更大了，因为我们发现太阳系外不是空旷的黑暗，而是充满各式各样的世界。有些世界炽热，有些寒冷，有些绕着红矮星急速运行，有些在恒星之间漂泊，有些可能拥有海洋，有些可能只剩岩石和冰，有些成对诞生，有些被甩出家园，有些像希望，有些像警告，但它们都在同一片银河里，而地球也在其中。此刻，你可以想象自己重新回到地球轨道，下方是蓝色海洋，白色云层，夜晚城市的灯光像散落的钻石，太阳还没有升起，地球的一半沉在黑暗中，另一半正慢慢靠近黎明。月亮安静地陪在旁边，像一块被时间磨圆的石头。你知道，在太阳系之外，比邻星仍然发着暗红色的光，比邻星 B 仍然绕着它运行，一年只有10几天。也许那里的天空永远停在黄昏，也许那里没有水，也许那里还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地质和气候。比邻星 D 更靠近恒星，在炽热轨道上迅速转动。比邻星 C 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等待未来观测给出答案。更远处 CHEOPS 继续看着星光的微弱变化， TESS 继续巡天，詹姆斯·韦布继续透过尘埃望向星云深处。猎户座里，那些年轻的 Jumbo 仍在彼此绕行。没有太阳，却不孤单。宇宙没有急着解释自己，它只是把线索放进星光里，让人类一点一点读。每一次恒星变暗，每一次光谱偏移，每一次微弱摇晃，都是遥远世界发来的低语。而你现在只需要安静地听，听地球在轨道上缓慢前行，听月球牵动潮汐，听太阳在身后稳定燃烧，听那些太阳系外奇异的行星在黑暗中继续运行。它们不会因为我们入睡而停止，它们会继续绕行，继续漂泊，继续等待下一束望远镜的目光。也许很多年后，人类会更清楚地知道比邻星 B 有没有大气， Jumbo 到底如何形成，银河里究竟有多少真正温柔的世界。也许更久以后，一枚微型探测器真的会飞过半人马座阿尔法，向地球传回第一张近邻行星的照片。但今晚不需要抵达那里，今晚只需要知道那里存在，知道宇宙远方有许多奇异行星，知道人类正在学习读懂它们，知道我们脚下的地球仍然温暖、稳定、安静的承载着海洋、空气和睡梦。于是你可以慢慢放松，把那些红矮星的光、猎户座星云的雾、流浪行星的暗影都交给夜晚，让它们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继续自己的轨道，让地球替你守住这一夜。宇宙很大，故事很慢，你也可以慢慢睡去。